反正我今晚就要出去喝酒，要不就你们俩陪着我喝，不醉不归。那名保镖黑着脸不说话。宁思琪又看向另外那个保镖，那个保镖更加的沉默寡言，平时跟着他出门时就是负责开车的。见宁思琪看着他了，那名保镖淡冷地说了句：宁二小姐坚持要去酒吧喝酒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后果自负。说完后，那名保镖转身走了。他一走，另一名保镖愣了愣后，马上就跑过去跟着同事一起离开，不再拦着宁思琪出门。宁思琪顺利地出了别墅，恢复她宁二小姐的身份，她就不能再用龙太太的那辆豪车了。她踩着高跟鞋步行走到外面去，然后在路边拦了一辆计程车，吩咐司机送她去她以前经常去的那家酒吧，再打电话约以前的姐妹逃出来陪她喝2杯。以前跟着宁思琪混的都是家里不如宁家的，他们只是家里有点钱，有家小公司，能说得上是有钱人的千金。那些人跟着宁思琪混，是宁思琪对他们很大方，出门吃饭逛街从来都不用他们花钱，这种好事儿谁不喜欢？但他们和宁思琪并不是真的朋友。宁思琪以为她们是自己的闺蜜好姐妹，殊不知人家只是把她当成提款机占她的便宜而已。宁总夫妻俩还没有进去时，宁家算是真正的豪门，资产过10亿。宁思琪深得父母的宠爱，那时候的宁家二小姐可以说是风光无限的。哪怕宁思琪很嚣张，脾气也不太好，只要有便宜占，他们都愿意包容宁思琪。等到宁总夫妻俩都进去了，被判了重刑，就连宁思琪自己都进去了一段时间。宁思琪出来后，宁家已经变了天，属于宁云初的都被他夺了回去。宁家的当家人成了宁云初，生意也都被宁云初掌控住。姐妹俩没有手足情，宁思琪想宁云初死，宁云初也不想她好过，所以宁思琪这个二小姐有家都不能回了。那栋大别墅是属于宁云初的，不仅如此，就连银行卡也被冻结。宁思琪一下子就从高高在上的二小姐变成了个穷光蛋，靠着从弟弟那里要点钱，靠着变卖以前的奢侈品过日子，自己尚且没有钱，又如何大方得起来？宁思琪再也不会请好姐妹们吃吃喝喝，反而要去找她们借钱帮她。所谓的姐妹一下子就崩了，都跟她断了来往，可把宁思琪气得半死，时不时就打电话骂他们几句，最后被别人拉黑。还有几个没有拉黑他，但跟他来往也不密切了。宁思琪就是打电话给那几个没有拉黑他的曾经的好姐妹，今晚出来喝2杯，以前咱们经常去的酒吧，我请客，放心，姐现在有的是钱，请你们喝几杯还是请得起的，不用你们花1分钱，我请客，我就是心情不好，想找几个人陪我喝2杯，聊聊天，发泄一下心里的怒气。听到说是宁思琪请客，不用他们花钱，只要接到宁思琪电话的人都答应了宁思琪。等宁思琪到了酒吧，他叫来的几位有钱人家的千金已经到了，一共是3个人，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站在一辆宝马面前等着宁思琪。见到宁思琪是从计程车下来的，那3个女孩子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其中一个人说道，宁思琪坐计程车过来，连辆车都没有了，他还有钱请咱们喝酒吗？不会是坑咱们出来让咱们出钱吧？他要是真坑我们给钱，就打电话给站家二少奶奶，让他过来结账。有人说道，谁不知道他和站二少奶奶关系不好，像仇人一样的二少奶奶肯过来给他结账才怪呢。怎么说他们俩都是亲姐妹，在里面消费又不用多少钱，你们俩要不要那么担心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就算再穷也比普通人好太多，请我们几个喝几杯酒，他还是请得起的。3个女人说话间，宁思琪走了过来，你们来的真早呀，我以为你们是骗我的，不会真的过来的呢。宁思琪看到曾经的3个好姐妹来了，还比她早到，
他似笑非笑的，心里腹诽着，一说他请客，他们就跑得这么快。若是说他有事需要他们帮忙，他们一个个都说很忙，没空见他。借点钱又不借多，不过是几万块钱，他们也是一个个的推辞，说他们没有那么多钱。笑死人了，他们的家底是不如您家，但家里资产1000几百万还是有的。他们一个个都在自家厂里上班，就不信他们没有几万块钱，是他们不想借给他。人呀，倒霉落魄的时候，才能看清身边的人是真心还是假意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宁思琪当然不会再把她们当成好姐妹，只是她没有朋友，想有人陪她就只能找这些酒肉朋友了。今晚刚好有空，不用加班。你好久没有联系我，接到你的电话，我不就马上过来了。那个觉得宁思琪能请得起他们喝酒的女人笑着接话，她姓姜，我们也是今晚不用加班，正想着出来喝2杯的，就接到你的电话了。三人都在打量着宁思琪，觉得很长一段时间不见。宁思琪并没有憔悴，虽然穿的衣服还是以前的那些旧衣服，因为是牌子货，看上去还是很好的。挽的包也还是那种几十万一只的，脚下那双鞋也不是普通人会买的，因为贵嘛。看宁思琪和以前相比，就是少了以前的那股嚣张，不知天高地厚。现在的宁思琪瞧着要成熟，温和了很多。走呀，进去，都看着我干嘛？我还是那么漂亮吧？宁思琪主动拉上了江小姐的手，带着她往酒吧里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你们也不用担心被我坑了，我说了请你们喝酒就请，不会让你们掏一分钱的。我虽然不再是您家的二小姐，不像以前那么多钱了，但是请几个姐妹喝酒还是请得起的。几个人有点尴尬，宁思琪都看出来了。宁思琪变聪明了吗？不是，成熟了很多，没有了父母做靠山，姐弟跟她都不亲，不再是宁家的二小姐，就算不成熟也要被逼着变得成熟了。几个人很快神色如常，跟着宁思琪进了酒吧。与此同时的管城机场，站远两边手各拉着一只大行李箱，欧阳雅是空着手的，他还想腾出一只手拉欧阳雅的，欧阳雅不用他拉着，还说你自己拉2只大行李箱已经够吃力的了，不用再拉我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需要你牵着走路。站远浅笑，这里人很多，他以往出门都有保镖跟随，人多的地方保镖会护着他，给他开路，不像此刻没有人跟着保护他，也没有人给他开路。欧阳雅说道：人多怎么了？我不碰别人，别人不会碰我。说实话的，我好久没有融入人流中了。欧阳雅环顾一遍四周的人流，边走边说道：我现在才有一种我是活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的人，平时未经他同意又想接近他的人，连近他的身都不能，保镖会帮他拦着。他总觉得自己跟大家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一样。站远笑，其实低调点，过着普通人的日子也挺幸福的，只要有心爱的人陪伴在身边，大家健健康康的就很幸福了。欧阳雅笑了笑，没有接话，知道他们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，他们身上背负的担子太重。六少爷走出去后，就听到了有人叫喊站远。站远循声望去，见到是杨叔还有一名保镖，他对欧阳雅说道：我们家老宅的大管家来接机了。他带着欧阳雅走过去，管家杨叔带着那名保镖迎上前来，笑眯眯地叫道：六少爷，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一会儿了。他又看向欧阳雅，站远适时说道：杨叔，这位便是欧阳大小姐，我女朋友，以后会是站家的六少奶奶。杨叔知道欧阳雅的身份，立即恭敬地向欧阳雅问好。天黑了，六少、欧阳小姐，我们先回家吧，老夫人等人都在家里等着你们回去吃饭。杨叔和保镖分别从站远手上接过2只行李箱，杨叔一接手就觉得行李箱特别沉，
猜到里面应该塞满了欧阳小姐给主子们准备的礼物。这个六少奶奶瞧着和三少奶奶一样严肃，不过很有礼貌。他们问好的时候，六少奶奶回忆点头微笑，并没有因为他们是工人就轻视。上车后，站远问杨叔：“大哥没有回来吧？”杨叔答道：“大少爷没有回来。”打了2次电话回家，大少爷也很重视六少和欧阳小姐回来的。大少奶奶明天会出院回家，说要回山庄里坐月子。海童刚生完孩子时，杨叔送东西过去，看过一下小少爷。主人家里添了人口，这是大喜事。在游游山庄上班的人都跟着乐呵呵的。大少爷和大少奶奶结婚1年才怀孕，这个孩子是大家盼了很久的，虽说不是老夫人盼着的小女娃，由于是第一个曾孙辈，老夫人也很开心。这个孩子的出生，老夫人就升级当太奶奶了吗？站远有点意外地道：“大嫂回老宅坐月子呀。”老宅安静，空气也好，挺好的。不用工作的时候，在老宅望着很舒服。平时他们忙于工作，回老宅觉得太远，每次匆匆回去，匆匆离开，体会不到老宅的安静宁和而惬意。家里的长辈只要退休了，就喜欢搬回山庄住。哪怕1个月不出门，他们都不会无聊。山庄足够大，景色好，山脚下还有不少他们家的工人，像奶奶那样天天跑去跟那些老人家聊天，话家常，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悠闲惬意。杨叔笑着嗯了一声。大少奶奶说回山庄坐月子，太太们不知道多高兴。这个时候，欧阳雅的手机响了，是母亲打来的电话。她接听：“大姐。”没想到传来的却是弟弟欧阳俊的声音：“阿俊放学了。”欧阳雅温和地说道：“作业写完了吗？”“我早就放学了，作业也写完了。”“大姐，你去站远哥哥家里玩，怎么不带上我呀？”“我回来才知道，你们俩太不够意思了，撇下我不带上我，也不带我。”欧阳健在旁边补上一句。欧阳雅浅笑：“你们俩都要上学，这次是不能跟着过来，下次吧。下次你们放假了，大姐再带你们过来玩上一段时间。”欧阳俊嘟着嘴说道：“大姐不也要上班的吗？大姐上班都可以请假，我上学也能请假的，大姐都不帮我请假。”阿俊，欧阳雅笑容一收，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：“只要不是生病，你们都要正常上学，不能想着请假出来玩，请假会请习惯的。他是不会允许弟弟请假出来玩的，又不是假期。”欧阳俊沉默了一下后才说道：“大姐，我知道了，我不请假玩就是。大姐，放暑假你要带我去站远哥哥家里玩，好不好？站远哥哥说他家里很大，也很漂亮，很好玩的，是不是？”欧阳雅答道：“大姐也是刚出机场，上了车，在去你站远哥哥家里的路上。他家里怎么样？大姐现在还没有看到，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。大姐过几天就回去，大姐不在家的这几天，你和阿健要认真学习，不能偷懒哦。该做的功课都要写，一样都不能落下。过几天大姐回去了，会检查你们的功课。大姐，我知道了，我和老二会很听话的。大姐，站远哥哥还会跟着你回来的吗？”2个小家伙最怕的就是站远回家后不再跟着大姐回来，他们太喜欢站远哥哥了。听家里的大人说，大姐和站远哥哥是在恋爱，也就是说，站远哥哥99%的可能性会成为他的大姐夫。这很好呀，只要站远哥哥成了他们的大姐夫，那么他们就不用担心大姐炒站远哥哥的鱿鱼了，他们能一直吃到站远哥哥做的美食，还能让站远哥哥陪他们玩，带他们出去逛街。2个小家伙都能看出来，自家大姐会给站远面子，只要是站远哥哥带着他们，他们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大姐不会骂他们的。